3月21日，俄罗斯开启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袭，对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产生了一定的破坏。然而，俄军真正的目的或许不在于此。随后，乌克兰也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以及黑海港口展开了报复。2艘俄登陆舰被击沉，乌克兰最新的护卫舰即将下水。今天大兵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些事儿。在3月21号太阳落山后，俄罗斯就开始了袭击行动。这次袭击的主力是见证者136和见证者131刺杀式无人机。这些伊朗的无人机以廉价著称，但相对的，它们的飞行高度很低，速度也不快。如果在白天进行袭击，很容易就会被乌克兰的防空炮或者机枪击落。所以这次俄罗斯选择在入夜后再开始袭击。而紧跟无人机之后的是来自别尔格罗德地区和克里米亚的12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这是一种射程达到400到500公里的短程弹道导弹。通过惯性和 GPS 以及俄罗斯的卫星系统格罗纳斯进行制导，并且使用光学导引头进行末端制导。该导弹可以携带多种类型的战斗部，包括45发子弹药的集束弹头、高爆弹、钻地弹，甚至是 EMP 炸弹。一般由陆基卡车平台进行发射。在不久之前，俄军使用该导弹摧毁了乌军的2套海马斯火箭系统。每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价格大概为300万美元。而在3月21号的晚上，俄罗斯一次性就发射了12枚导弹，用于打击乌克兰境内的能源系统。可以看出，俄军为了这次袭击是下了血本。然而，根据乌方消息，他们摧毁了大部分的无人机和导弹。虽然这些武器对乌克兰的一些基础设施产生了破坏，并造成了基辅一部分区域产生了停电，不过并不严重。现在乌克兰已经修复了电力系统。而光靠着这些还称不上史上最大袭击。俄军真正的杀招是在里海上空的13架图95 MS 战略轰炸机。他们也在当晚向乌克兰各地发射了40枚 Kh-101、Kh-555 巡航导弹。图95 MS 是图95的变种，专门用于发射 Kh-55 巡航导弹。这次俄军发射的 Kh-101和 Kh-55均为 Kh-55的变种。在22号凌晨，8枚 Kh-101导弹命中了位于扎波罗热州的第聂伯河大坝。该大坝被称为苏联时期最伟大的建筑之一，是乌克兰重要的能源设施之一。同时，该大坝也肩负着调整第聂伯河水位，让来往船只能够顺利通行的重任。在这次袭击中，携带200公斤高爆炸药的导弹对大坝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导致3个发电机其中的一个熄火。据大坝负责人所说，想要完全修复大坝，至少需要数年。然而，大兵认为，俄军选择袭击第聂伯河大坝，除了打击乌克兰能源系统，还有更重要的战略目的。在北约下场那期视频中，大兵曾经通过分析推测，如果北约下场，可能会选择在赫尔松方向渡过第聂伯河，因为那里的俄军防守相对薄弱，并且乌克兰已经拥有了大量用于渡河的浮桥设备。然而，想要渡河，不仅要防备俄军，还要看河水的情况。冬季乌克兰少雨，第聂伯河水位不断降低，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一部分河床，正是渡河的好时机。然而，在22号的导弹袭击后，虽然乌克兰官方没有明说，但第聂伯河大坝的蓄水功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在袭击之后，第聂伯河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涝，水位瞬间暴涨到8到12米。经过几天的下降，现在最深处的水位大概也有4到5层楼高，远超第聂伯河的平均水位。很明显，在第聂伯河水位暴涨的情况下，乌军很难在激烈的水流中布设用于通过装甲部队的浮桥。一旦乌军无法在赫尔松方向继续产生威胁，俄军就能将驻守在第聂伯河南岸的大批部队调往其他战场，以增强对乌克兰的攻势。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月25号采访时所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已经注意到俄军将在5月在俄乌战场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势，而现在距离预定日期只剩下1个多月了。俄军在此时对乌克兰发动最大规模空袭，摧毁乌克兰的电力系统，只是一个添头。炸坏第聂伯河大坝，增加乌克兰渡河难度，解除后顾之忧，可能才是俄军的真正目的。毕竟，对于俄乌战争来说，第聂伯河大坝本身
并没有多么重要的战略意义，就算少了1/3的电量，也不会对乌军的战斗力产生多大的影响。而一旦第聂伯河发生洪水，乌军就很难再架设浮桥强渡第聂伯河，这样赫尔松方向俄军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乌军只能选择在正面和俄军硬拼，这正是俄军想要看到的。毕竟现在俄军虽然凭借着数量优势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但穷兵黩武的经济政策正在不断的破坏俄罗斯内部的稳定，俄军拖不起这个时间，因此利用优势兵力逼迫乌军同自己决战，才是俄军总参谋想要达成的局面。而面对这种情况，乌克兰也没有坐以待毙，立刻也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新一轮反击。3月23号，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导致厂区发生大火。该炼油厂是俄军重要的资产之一，用于为俄军装甲提供燃油。如果能源不足，俄军上万辆坦克也只是废铁一堆。所以说，这次袭击对俄军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本霍奇斯将军也认为，应该继续沿用这种攻击方式，以此来更高效地削弱俄罗斯的战力。而在第2天，乌军又为俄罗斯献上了一份回礼。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乌军成功袭击了俄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2艘蟾蜍级登陆舰，舰队通讯中心和一些军用设施遭到了严重打击。根据俄罗斯消息，共有50多名俄军在这次事件中伤亡。虽然乌军并没有透露在这次袭击中使用了什么武器，不过一位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军事博主透露，北约援助的风暴阴影导弹参与了这次攻击，现场至少拍摄到了1张风暴阴影的残骸。这些导弹应该是从乌克兰空军的苏24上发射的。在去年7月份，乌克兰的一部分苏24就经过了改装，用于发射风暴阴影。综合各种信息，乌军在这次袭击中动用了40枚风暴阴影和海王星导弹。而该州州长则表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本次袭击中只击落了10枚导弹，命中率仅有25%。这也侧面说明俄罗斯落后的雷达系统面对拥有隐身能力的飞行器时将会非常的乏力。目前尚不清楚遭到打击的2艘登陆舰的具体受伤情况。如果这2艘登陆舰退出战斗序列，那么俄罗斯黑海舰队就只剩下3艘登陆舰，损失将达到1半。俄军将继续丧失在黑海西部水域的行动能力。可以看出，俄罗斯虽然在地面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乌克兰呢也没闲着，而是发挥自己的优势，对俄军的弱点发起打击，进一步的限制黑海舰队的活动区。如果俄军失去了黑海的控制权，那么一旦北约下场，处于黑海腹地的克里米亚就非常危险。除此之外，最近在乌克兰水面上还有一件大事儿，那就是他们的最新型的护卫舰即将下水。根据乌克兰军事中心的消息，由土耳其制造的一艘艾达级护卫舰将会在今年加入乌克兰海军。乌克兰在2020年和土耳其政府签订了合同，用于购买2艘艾达级护卫舰。第一艘已经在2023年经历过下水测试，正在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有消息称，该护卫舰将取代于2024年4月被乌军凿沉的盖特曼萨海达奇尼号，成为乌克兰的新旗舰。艾达级护卫舰排水量为2400吨，整艘船用万国造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了。它的主炮呢是意大利 OTO 公司生产的76毫米火炮，每分钟为120发，能够使用各种炮弹，包括用于反制无人机的近炸炮弹，射程可达40公里。而在甲板两侧有2台土耳其制造的 STAMP 机枪系统，它的主体呢是一台 M2HB 重机枪。但操作云台会让该机枪的稳定和精度获得极大程度的增加，并且能够通过激光和红外制导，在白天和黑夜等多种环境下使用。舰身上没有垂发单元，有8个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和一个 IM-116導弹发射器，一次性能够发射21枚防空导弹。值得一提的是，该舰的雷达系统 SMART-SMK2。该雷达呢是由法国制造的，最远探测距离为150公里，能够在50公里外发现隐身导弹的踪迹，位置误差不超过15米。法国海军的戴高乐级航空母舰使用的也是这款雷达。
整艘船是采用了高度的自动化设计，由一个管理中心控制船上所有的系统的运行，包括机械辅助系统、发电和配电。此外，该系统还可以检测火灾、启动自动灭火，并且监控船舶损坏情况，不至于和莫斯科号那样因为弹药舱着火而晋升为潜艇。可以看出，这艘爱达级护卫舰除了火力稍显不足，整体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毕竟一艘护卫舰无法对战场局势产生某些改变，但它的加入也一定能提升乌克兰民众对于这场战争的信心，成为乌克兰海军的象征。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战线。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在3月23号的消息，俄罗斯军队占领了伊万尼夫斯科，并继续向前进攻，想夺回西夫亚尔。该城市在俄乌战争初期被俄罗斯占领，但在23年夏季大反攻时又被乌克兰夺回。西夫亚尔的巴赫穆特地区的一个突出点，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一旦俄军占领这里，乌军呢就不得不进一步远离巴赫穆特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同时，占领西夫亚尔还能为俄军打开通往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大门。该城市是俄罗斯的重要军事目标，战略利益是要大于阿夫迪夫卡的。所以，接下来俄乌双方应该会围绕西夫亚尔展开惨烈的争夺战。如今，乌军已经在西夫亚尔周围建筑了环形的防御工事，但考虑到如今的乌军呢缺乏火炮和空中支援，乌军能否还有能力以继续固守该镇，就要看希尔斯基的考量了。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